这部影片由 Lazy Tomato 为您提供。上次我们提到了杂讯消除的方法，还有面包板的游戏规则。紧接着，在介绍宣告概念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具备 LED 与电阻这两个元件的背景知识。如果您已经熟悉这两个电子零件，就可以直接跳过这部影片。还不认识他们的朋友，这部影片是专门为您设计的哦，请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，我们要请各位准备一颗任意颜色的 LED 以及一个220欧姆的电阻。我们先来看看 LED 这个元件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你买到的这种单色 LED 应该会有一长一短的两只接角，它的长角我们称为阳极，是电流流入的地方；短角则称为阴极，通常都会接往低电位的方向。我们只要提供它适当的电压和足够的电流，它就能被我们点亮。但是千万不可以直接把 LED 的阳极跟阴极接上5伏特和0伏特，否则会产生过大的电流，让 LED 烧掉。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在阴极的线路上连接一颗220欧姆的电阻，限制 LED 流过的电流之后，再接回低电位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要用某个工作接角控制 LED， 你也必须加上这颗220欧姆的电阻，这样在输出高电位的时候，才可以确保 LED 在安全的电流下工作。这时候你可能在想，奇怪，我们之前使用第13角控制这颗 LED 的时候，并没有用到电阻来限制电流啊。事实上是有的哦，只不过这颗 LED 的限流电阻已经内建在 Arduino 的电路板上了，所以只有在使用这颗 LED 时，不需要考虑电流的问题，这算是一个特例。至于为什么我们要选用220欧姆这颗电阻呢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叶楠老师的部落格，这篇文章叫做《为什么 LED 需要串联的电阻值是220欧姆》，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明跟参考资料，文章连结已经放在下方的说明栏咯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电阻吧。一般常见的电阻上面有4个色环，我们称它们为色环电阻。把金色放在最右边，由左而右分别代表第一位数、第二位数、倍率以及容许误差。这些颜色有个口诀，叫做黑、棕、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、灰、白，分别对应0到9这些数字。另外还有2个颜色是容许误差这个项目专用的，分别是金色正负 5%， 还有银色正负 10%。我们来观察这颗电阻，它的颜色依序是红、红、棕、金，分别代表2、2、1以及 5%。电阻值就是透过这4个数字带入标准公式而来。第一位数放在这，第二位数放在它后面，而10的次方则是倍率这个数字，最后再加上容许误差。所以这颗电阻的计算结果就是22乘上10的1次方，也就是220欧姆，容许误差正负 5%。这个容许误差指的是电阻被制造时可以接受的误差。220欧姆的正负 5%分别是231以及209欧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使用电表来量测这颗电阻，电阻值应该会落在209到231欧姆之间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使用容许误差值内的电阻是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的。顺道一提，这种4环的电阻误差通常都是 5%， 这个金环基本上就是固定班底了。说到这边，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好了。比如说我们要找1000欧姆的电阻，它的色环又是怎么表示的呢？我们可以把1000拆成10乘上10的2次方，分别代表棕、黑、红色以及固定存在的容许误差金色。所以棕、黑、红、金就是1000欧姆电阻的色环标示咯。你答对了吗？好了，材料跟基本知识都有了，我们就来动手完成这一次的小专案吧。今天的任务是使用第7角控制一颗 LED 闪烁。由于接角7本身没有像接角13一样内建 LED， 所以我们得使用面包板外接 LED 电路，再透过程式码控制第7角的高低电位。程式码非常简单，您只要把第3部影片完成的小专案找出来，然后将所有的接角13通通更改成接角7就完成了。现在的问题是 LED 的电路怎么接呢？首先，我们将 LED 的阳极透过面包板导通的特性，经由杜邦线连接到工作接角7，接着将 LED 的阴极连接到220欧姆的电阻，最后再将电阻的另一端连接到低电位，也就是 GND。完成了，现在上传程式 ，LED 应该就会开始闪烁咯。恭喜你又认识了2个超实用的小伙伴，现在你可以放心的迎接下一集宣告的挑战咯。赶快订阅 Lazy Tomato Lab， 随时追踪最新的精彩影片。
相关参考资料、连结还有程式码都已经整理在 YouTube 下方的说明栏，欢迎多加利用。这一集的 Arduino Speed Up 就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